加拿大研究，蒲公英可在48小时内杀死98%的癌细胞。科学还是谣言？李阿姨是一个在养生方面的小能手，找过各种各样的偏方，当然在这方面也跌过跟头，不过依然相信。平时有一个习惯，就是用蒲公英泡水喝，说是有清热解毒的作用，而且味道还算不错。但是在这件事情上，李阿姨的儿女不是很认同，毕竟她现在已经快60岁了，有些东西不太明确，还是不要吃不要喝。只不过每一次李阿姨的儿女和她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，都是不欢而散，因为她觉得喝蒲公英水就是对身体有益处。有一次还和儿子说，人家网上都说了，蒲公英还能够杀死癌细胞呢，我用来泡水喝，对身体肯定有好处。李阿姨的儿子只能无奈的摇了摇头。那么李阿姨说的蒲公英可以杀死癌细胞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一、饮食中蒲公英有什么作用？蒲公英被称为药草皇后，在春夏季节的时候，尤其是春天是蒲公英正式上市的季节，也有很多人会选择去采野生的蒲公英。蒲公英也有很多种叫法，叫婆婆丁，也叫黄花地丁，是一种菊科植物。从医学的角度来说，蒲公英从上到下几乎都是宝，确实是有一定的药用价值。如果将蒲公英入药的话，是有很好的清热解毒的作用，能够缓解咽喉肿痛和肺热咳嗽等疾病。如果将蒲公英放入到饮食内，也有很大的用处，是一种可以起到杀菌消炎作用的食材，有很好的去肝火的作用。从蒲公英的成分上来讲，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，有强抗氧化作用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是可以保证血管畅通，能够降低血栓的形成，从而起到了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。适量的吃蒲公英也可以起到增强免疫力的作用。虽然是一种野菜，但是含有的营养还算丰富，里面含有葡萄糖成分以及糖菊，这些都属于人体所需的营养能量物质。长期适量的吃是可以增强身体的抗毒性功能，所以很多人会选择喝蒲公英茶来提升身体的免疫力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李阿姨常用蒲公英泡水确实是对身体有好处。蒲公英还有很好的辅助降血压的作用，因为在里面含有17种氨基酸，有一种氨基酸的存在是可以促进乙酰胆碱的合成，从而起到辅助降血压的作用。从药用价值或者是食用的角度来说，蒲公英确实是对身体有正向的作用。不过要注意，作为一种有药用价值的食材，还是要考虑到其副作用，因为有些人的身体情况比较特殊，尤其是中老年人，可能身体并不会很好的适应蒲公英，这就容易出问题了。比如脾胃虚寒的人是不适合吃蒲公英，或者是用蒲公英泡水的。在中医的角度中认为，蒲公英是一种养生药材的同时属于寒性。寒性对于脾胃本身就虚寒的人来说，是会导致这种症状变得更严重。要知道，人的脾胃一旦出现问题，就会导致全身的功能性都下降，容易引发代谢问题，比如出现胀气和消化不良等。所以想要在日常养生，还是要根据个人的身体体质。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对蒲公英过敏，因为蒲公英是有药用价值的药材，就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。所以在初次接触蒲公英的时候，还是要看一看自己的身体有没有不适的症状出现。总的来说，蒲公英还是好处大于坏处的。而有一种说法是蒲公英可以杀死癌细胞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48小时内杀死98%癌细胞。蒲公英在中国人的眼里就是一种可以吃的食材，也有很好养生作用的药材，所以对于蒲公英可以杀死癌细胞这种说法就会相信。那么这种说法出自于哪里呢？原来是加拿大温莎大学做了一项对蒲公英抗癌效果的相关研究。在这项研究当中，具体得出的结论是，在48小时之内可以杀死98%的癌细胞。但是要注意，在这项研究当中所采用的并非是一整个的蒲公英，而是选取了蒲公英的提取物，这就有很大的差别了。蒲公英的提取物浓度相对较高，与我们平时做饭吃的蒲公英或者是泡水的完全是不一样的。在这个过程中采用了化学手段进行了提取分离，所以与人直接摄入所达到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。在这项实验当中进行了体外细胞培养，同样是与人直接摄入所达到的效果是不同的。
所以可以说，蒲公英的提取物可以在48小时之内杀死98%的细胞，而并不能说吃蒲公英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。况且，如果真的身体出现了癌症，对于癌症的治疗是需要根据医生对患者身体做具体的评估，然后再采取治疗方案，这样才是最安全且有效果的。所以对待这件事情，大家还是要理性看待。要明确的是，在此次实验当中所用的是蒲公英的提取物，浓度相对是比较高的，确实就有一定的抗癌效果。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健康的前提下，没有肝脏受损或者是脾胃虚寒的问题，也可以选择用蒲公英泡水，但是前提要适量，不能每天都喝的特别多去代替正常的白水。在吃蒲公英这方面也是相同的道理，还是要适量的摄入。因为属于寒性的食材，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，脾胃功能本身就不是很好，如果大量的摄入，可能会导致问题更严重。而对于癌症，我们能够了解到，现在我国癌症属于高发，而对于癌症最好的解决办法，其实就是预防。如果能够将其扼杀在摇篮当中，是对身体和经济双重负担的减轻。那么预防癌症具体该怎么做呢？3. 癌症的预防做好4件事。从全球范围内来看，每年患癌的人数都在不断的增加，而中国患有各种癌症的人数也是呈逐年增长的状态。这与很多的因素有关，比如人口的老龄化，因为人进入衰老的阶段，到了中老年时期，身体的素质大不如前，就很容易生病，被癌症找上门。再加上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，就导致中国人患有癌症的人数在不断的上涨，死亡率也在上涨。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做到的，就是通过科学的方式预防癌症。具体可以做好以下4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是保持规律的运动。运动可能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，但是想要长期保持规律的运动却相对比较困难，因为现在人们的时间被大大的压缩了，多数时间都用于学习或者是工作，生活压力比较大。在空闲之余，只想多多的休息放空自己。在运动这方面，其实只要形成了一定的规律性，运动的过程中，整个人也可以是放松的。而运动的时间无需太多，建议成年人一周是控制在150到300分钟左右的中强度运动。中强度运动的形式可以让身体更快的适应，当然也可以根据个人身体素质的不同选择加强度、减时长。这样的锻炼相对可以更节省时间，不过要优先考虑身体的健康状态。第二件事是科学的饮食。科学的饮食与患有癌症的几率是有很大的关系的，因为有相关数据表明，有35%到40%的癌症是与不科学、不合理的饮食有关。不合理的饮食包括很多，比如暴饮暴食、吃的种类不够、营养摄入不足等。而科学的饮食应该保证每天摄入食物的种类在12种以上，其中应包括谷物类，还有蔬菜水果以及坚果等等。对于常见的人们特别喜欢的加工肉类，还有腌制产品以及油炸产品等，能少吃还是尽量少吃。第3件事是保持规律的作息。对于多数人来说，熬夜几乎已经成了家常便饭，长期作息不规律又十分的不稳定。经常熬夜到凌晨，会导致整个人的疲惫感较强，免疫力下降，患有癌症的几率就会升高。如果我们能够养成每天早睡早起的习惯，在每晚11点之前就已经进入睡眠状态，保证充足的睡眠和睡眠质量，是可以让身体变得更健康，起到预防癌症的作用。第4件事是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。如果在一个环境当中觉得自己的负面情绪过多，精神压力又很大，那么尽快离开这样的环境，因为长期处于这样的心理状态是会导致免疫系统功能下降，从而增加患有癌症的风险。就像在工作方面，如果真的应付不来，就选择离开，让自己的压力被释放，减轻负面情绪。当心理问题相对较大时，最好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。结语：对于蒲公英抗癌的效果，大家还是要理性看待，因为在加拿大所做的那项研究当中，所用的是蒲公英的提取物，提取物质的浓度和人直接摄入蒲公英水以及蒲公英本身是不一样的。当然，在日常如果合理的使用蒲公英，也是有很好的作用，比如可以消炎、解毒等等。